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美食采味。旧保温杯别再扔掉了，卖了也不值几个钱，把它放在家里秒变宝贝，不仅省钱还实用。10个家庭9个需要，快来看看。保温杯材质呢，一般都是不锈钢的。市面上保温杯最常见的材质是304不锈钢和316不锈钢，但其实还有一个更常见的不锈钢牌号，只不过厂家呢一般不会标注出来。201不锈钢有什么区别呢？简单来说，201不锈钢呢，它的优点呢就是便宜而且结实，缺点是容易被腐蚀。不过只要不是10几20块的那种超廉价的保温杯，都不会在内胆上使用201不锈钢，因为这种不锈钢不符合国标中规定接触食品用的不锈钢等级。换句话说，食物接触到201不锈钢会产生有害物质，所以内胆一般用304不锈钢或者316不锈钢。大家在买新的保温杯时，这一点一定要注意。那如果家里废旧了的保温杯，与其扔了卖了也不值2个钱，不如就放在家里。如果内胆是304的和316的，那作用可大了。就比如妙用1，保温杯煮鸡蛋，准备适合自己的鸡蛋数量，将保温杯横放，将鸡蛋缓缓地滑进去。鸡蛋放好之后呢，再往保温杯中倒入刚刚烧开的开水，水量要完全的没过鸡蛋。然后盖上盖子就可以了。接下来的时间呢，我们就可以去洗漱了。上班族的朋友，早上想要贪睡时间长一点，在洗漱的时候就可以把鸡蛋呢放进保温杯中，再倒上开水。到达上班地方以后，鸡蛋呢差不多也熟了，就可以从保温杯中取出鸡蛋进行使用了。鸡蛋的外壳上是有很多鸡粪和杂质的，因此在放进去保温杯之前，一定要记得先用食盐和白醋水清洗干净外壳，这样吃起来会更加的健康卫生。现在我们将鸡蛋轻轻地敲几下，把鸡蛋外壳敲破，把鸡蛋外壳剥掉。用保温杯煮出来的鸡蛋，蛋白 QQ 弹弹的，摸上去十分的润滑。捏开鸡蛋，蛋黄凝固的刚刚好，呈现为溏心的状态。如果是喜欢吃老一点的，就再让鸡蛋在保温杯中呢多焖上一段时间，再拿出来的话就刚刚好了。方法是不是简单实用呢？我觉得对于大众朋友来说呢，都很合适呢，省时还省钱。妙用2，我们可以用来保存食物，就比如绿豆呀、红豆呀，各种豆类。平常呢，我们都会拿绿豆来煲糖水，或者是煮成绿豆粥。无论哪一种呢，都是不错的选择。可明明是很干的绿豆，买回来就在袋子里没动过，但储存一段时间之后呢，会发现里面有一些黑色的比豆粒小的虫子，硬壳，能爬能飞，看着怪膈应。这是一种仓鼠害虫，也叫绿豆象，这其实都是储存环境不当造成的。绿豆如果保存在潮湿的环境中，很容易引发虫害。虫子喜欢潮湿环境，如果绿豆保存在潮湿的地方，虫子呢就会在豆子上产卵，并滋生出虫害。那家里有保温杯的话，不妨用它来保存绿豆。就这样装的话，绿豆容易洒出来，我们需要制作一个漏斗。这里我们可以用到锡纸，锡纸的可塑性呢还是不错的。将锡纸对折后，卷成圆锥状，秒变临时漏斗。
再将它的底部剪掉呢，就可以使用啦。现在再用它来倒绿豆，就不用担心瓶口小，倒绿豆洒得到处都是了。跟着我们将其盖上盖子密封起来，就随便放在家里的哪个角落呢就好啦。根据保温杯的构造特性，这样储存再也不用担心绿豆受潮长虫了。妙用3：储存茶叶。茶叶在中国是最常见的饮品，甚至对于爱喝茶的人来说，茶叶已经成为了他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物品。但茶叶特别容易受潮，一旦受潮，口感香味就都大打折扣了，那多贵的茶叶也枉然。如果没有更好的办法，我们不妨用保温杯来储存。保温杯保存是利用其不透光的内胆和密不透风来对茶叶进行保存。这种方法既能有效地留住茶香，还能随取随喝，方法简单实用。装好茶叶，再密封好，然后随便放在一个角落呢就好啦，还不占地方。妙用4：存钱罐。我们家里呢总会有一些硬币之类的零钱，有时候找不到地方放，随手呢就扔到桌面上，但是要用到零钱的时候呢，总是又找不到了。我们可以拿一个旧的保温杯当一个存钱罐，把它放在门口的位置。每次回家的时候呢，可以直接把零钱放在里面，出门要用的时候呢，拿起来就很方便了。还可以存放大面值纸币，防潮防水，不怕霉变，特别好用哦。妙用5：如果是普通的废旧保温杯，平时我们可以将它当作简易垃圾桶来使用。平时喜欢看电视吃零食的朋友，我们可以将它放在边上，一边嗑瓜子，就可以一边把瓜子壳涂到杯子里面了。而且呢，还是一个便携式的垃圾桶。平时家庭自驾游时，把它带到车上，就可以当车载垃圾桶来使用，也是比较方便的。家人在吃零食的时候呢，也不用担心会把车子弄脏了。您学会了吗？以上就是保温杯的各种用途，相信总有一款适合您。好了，今天的方法呢就分享完了。如果你有更多的想法和建议，欢迎在下方评论留言哦。如果您看完视频觉得有帮助的话，记得点赞、转发、分享哦。点击我的视频头像，还可以观看更多的美食和生活技巧，别忘了关注我哟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我是瑶瑶，我们下期再见啦。